就是这一瞎婆要见本王。王爷，且慢。八贤王，你真的不认得我了？你是？不可能的！王爷可是认得他？他与本王多年前所识之人颇为神似，只是万万不可能。他早已辞世多年了。八贤王，怎知不是昔人故人当面？你真的是？唉，多年的煎熬，岁月容易改变容颜，但是无法改变事实。哀家正是当年玉成宫的李贵妃。可是当年你不是被先皇赐死了吗？奉旨自缢的是冷宫小太监于忠。当年若不是陈琳与冷宫总管秦凤他们冒死相救，死在冷宫的就是哀家了，今日也不会出现在八贤王的面前。你果真就是皇嫂？赵德芳拜见皇嫂。好一个八贤王，时隔多年，你依然肯认我，哀家死而无憾。皇嫂，你是怎么逃出宫去的？又怎会事隔20多年，经由包大人来找寻本王的？此事一言难尽，哀家却有一事要先问八贤王。皇嫂要问的可是当年的太子，如今的皇上。是。不错，陈琳当年转陈本王的话没有错，他的确就是先皇的血印，皇嫂的亲生。果真如此，苍天庇佑。王爷，当年陈公公王府托孤，究竟情形如何？那是本王一生所经历过最大的震撼，至今久久不能忘怀。启禀王爷，陈公公求见。奴婢陈琳叩见八王爷。陈琳，你如此慌慌张张的，可是皇上有急事昭告本王吗？请王爷并退左右。陈琳，
本王可从没见你如此失态过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行了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回王爷，奴婢奉旨采摘御果园里的果品，送给王爷，作为王爷明日寿辰之礼呀。皇上送果品给我，你也要本王并退左右？王爷，进来。陈琳，这是干什么？这是谁家刚出生的婴儿？王爷，这就是李娘娘方才所生，皇上的嫡亲血脉啊！我可怜的皇儿，当本王问明了原委之后，本想当即进宫面圣，揭发此一骇人听闻的阴谋。然而，王爷为何未去面见先皇啊？宫闱争斗，自古皆然。除非那刘贵妃与郭槐自成罪状，否则只是一面之词，如何取信于皇上？当时人证物证俱全，若是及时追查，想必郭槐与产婆尤氏无法脱罪。即便如此，至多也只是那郭槐和尤氏抵罪，未必就能定得了那刘贵妃之罪。如此一来，太子在宫中犹如置身险境，随时可能遭人暗害，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八贤王说的没错，倘若阴谋揭发，只怕皇儿早已被害，而不会成为当今的皇上了。只是如此一来，让皇嫂受尽委屈，险些丢掉了性命。本王在此向皇嫂请罪。不，若非八贤王谨慎睿智，奸人早已得逞，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呢。不，这也算是皇天庇佑。当年本王王妃稍早也曾有孕，不幸腹中夭折，于是将太子假称为本王亲子，得以在府中抚养。在7岁那年，被选为太子，就送进宫中去了。应一会，自有天定。谁也料不到，历经周折之后，太子终究还是太子。太子7岁那年，头一天进宫就误闯了冷宫。哀家虽不知他就是皇儿，却与他一箭投缘。那也是哀家此生亲眼见到他的唯一的一次啊！本王也明白皇嫂思子之苦，所以召陈琳前来，要陈琳前去探望皇嫂。啊，他们见了面。不错。李贵妃一直以为太子已死，因此将思子之情转到他的身上去了。母子天性，真是母子天性啊！本王担心李贵妃难以承受长期煎熬，也不忍见她因憔悴致死。
你将真相告诉他吧。王爷，这样安全吗？本王也知，此举的确有些风险。不过，骨肉分离，对面不识，也太过残忍了。你还是去吧。是。哦，切记，要李娘娘秘而不宣，免得横生枝节。奴婢明白。当陈琳告诉哀家，太子就是皇儿之计，哀家的千种委屈、万般怨恨，顿时化为乌有。唯恐杞人疑窦，不敢稍有声张，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焚香祭天，为皇儿祈福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所谓的邪术诅咒，却原来是焚香祈福。唉，只是本王一念之不忍，竟成为奸人的借口，来陷害皇嫂。这实在是让本王始料未及呀！不，错不在八贤王。若非得此讯息，20年的煎熬，恐怕也难熬得过来。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呢。惭愧，只是皇嫂这对眼睛啊，幸得公孙先生神医神术，不日哀家当可复明。哦，太好了，这才是吉人天相啊！如今哀家若想报仇平反，还得仰仗八贤王做主。既是赵家的家务，又是朝廷公案，本王责无旁贷。唉，也该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候了。本王这就进宫面圣。王爷，万万不可！包大人为何阻止？进宫面圣，禀明一切，又有何不可呢？王爷，此事兹事体大，又事出突然，包拯担心皇上一时之间恐难承受。包大人之意是担心皇上不肯接受了？事隔多年，而刘贵妃已是当今太后，若无足够的凭证，的确很难让皇上信服。那以包大人之见呢？包拯已派人去将陈琳、陈公公接回京来，尚有许多细节有待查明厘清。一旦取得足够证据，再向皇上启奏，较为妥当。包大人言之有理，只是，以皇嫂之意呢？20多年都已经等了，再多等几日又有何妨呢？好，那就依包大人之见。王爷，不过此事还需秘而不宣，还请王爷稍作忍耐，不动声色。本王明白。太妃娘娘，请先回府休息，包拯会差人确保安全，且容臣与王爷在此细商对策。好，那就仰仗二位了。